我小时候家里也挺穷的，我们是在村里头生活，所以那个时候我能想起来的事情就是过年的时候必定要杀一头猪啊。对，那个时候其实感觉就是猪你要看那么大一头啊，就是一般情况下，一家里头会专门养一头猪，就是等到过年的时候宰杀啊，到时候全家一起吃，然后呢也会分给一些亲戚邻居什么的。我脑子就是突然能想起那个画面啊，就是大人们费了9牛2虎之力啊，把一头猪就是绑在那个一个条案上，对，然后猪的声音特别响的呢，悲鸣，对不对？但很奇怪，就是过年的氛围好像少不了这种悲鸣的氛围，特别喜庆，但是又有悲鸣的声音传出来。因为可能不是说残忍吧，因为那个时候猪它代表了这个生活的富足，代表了节日的来临，就是莫名其妙，就是让我想起第二个关于过年的事情，就是我们那里是有个讲究的，过年期间啊，估计是从小年开始吧。今天啊，我拍视频那个当天就是中国的北方小年。小年呢，它是送这个灶神的日子啊。灶神就是中国人以前的话，家里都会沏一口灶啊，在灶台上做饭啊。所以今天是送灶神的日子。就从今天算起到正月15这个期间，在我们老家啊，夫妻之间是不许吵架的，不许干仗的。这个其实对我是挺好的这种感觉，因为我爸妈年轻的时候脾气都挺暴的，我觉得矛盾挺多的，三天一大吵，2天一小吵。对，所以过年的时候难得是比较清静的时候。过年对我另外一层感受就是欢聚的氛围，欢聚的感觉啊。因为我不管是我爸他们家还是我妈他们家，都是大家庭，都有很多兄弟姐妹啊。所以到过年的时候呢，大家就基本上就是聚会、吃饭、喝酒、聊天啊。孩子们也是一样，那个时候基本上就是，比如过年当天的话，就是有大人可能有1桌或者2桌。然后孩子们专门有1桌，我们孩子们也能吃到平常吃不到的东西，喝到平常喝不到的东西。关键对孩子们也能凑到一块儿，就是兄弟姐妹们能凑到一块儿，能玩啊。玩的话，那个时候能玩那种擦炮，知道吧？大家不知道，就是一小盒的东西，上面呢边上有一颗，我很难形容啊，就是你拿那个擦炮筒里头拿出来之后，它头上是有一点可以点燃的部分。你在边上像划火柴一样划一下，然后就起火了，一扔，它就叭一下爆了。对，很好玩。小时候能想起来就是这东西。我妈是一个挺注重仪式感的人，就过年的时候，她必须和平常是不一样的。过年的时候必须有新衣服。我还记得有一年，就是他们才到县城里去，就是工作的时候，就是做生意的时候，但第1年没赚钱。我妈当时心里就想，我既然出来就是创业了，对吧？做生意了，我不能这样空手回去啊！我必须怎么都买件新衣服。她就是当时借钱都要买一件新衣服回去穿的感觉。然后开始过年之前呢，我们会准备很多好吃的，炸肉丸呀，还做什么合菜呀等等。其实年龄再大点啊，能想起除了这个欢聚的氛围之外啊，就是喝酒。对，我们村里的人是特别喜欢喝酒的。就不管我爸他们家的还是我妈他们家的，每个人都能喝酒，很多人都是海量，特别有一些就像我姑姑我姨他们喝酒喝起来都特别疯的，然后每年过年当天都能喝趴好几个啊，喝完之后就会说胡话嘛，然后唱歌呀、跳舞啊，甚至有些人假牙找不着了等等啊，这个东西其实都是对我而言都是和过年联系在一块儿的。也是等我长大一些之后，我也加入他们的行列。我的兄弟姐妹他们大家都长大了，大家都开始了，就好像继承了这个大人的衣钵一样，也都开始喝酒了。然后喝酒，逢喝必醉啊。那个时候就是我们老家有一种酒叫老酒，类似于那种像绍兴女儿红酿，是自己家里酿的。这种酒呢好喝，特别入口。但是呢，
它后劲特别大，有点像日本清酒一样，它度数不高啊，但是喝完之后特别容易醉。醉，我记得是每年基本上是过年当天还好啊，就是我们开始走亲戚，对，走亲戚的话是大年初2开始，就是我外婆家呀，我姑姑家呀，还有一些远房，反正得走好几天呢。我基本上是初2的时候，因为初2基本上好像是中午在我外婆家吃饭，晚上在我姑姑家吃饭，然后就是基本上就那2顿就能把我干趴下。那个时候喝酒就是特别猛啊，特别不知道顾惜自己的身体啊，觉得自己千杯不醉啊。然后和人喝酒的时候，和兄弟姐妹们喝酒的时候，然后和大人干杯的时候，根本不是干杯，是干碗啊！一碗这种红酒，我们叫老酒，对，一口咕嘟咕嘟咕嘟下去了。然后只要喝2、3碗下去，你这一天就废了。而且其实过年留给我很大感受，就是基本上初2、初3就把这个一整个年的这个酒都喝完了。喝完之后就是基本不舒服，后面就连饭都吃不下。但是那几年一到过年还是这种感觉，还是特别享受这种氛围，这种欢聚的感觉，酒喝干再斟满，今天不醉不还这种感觉。对，我突然就想起来就是我奶奶，就是当时我喝完酒之后，我奶奶坐在屋檐下给我剥橘子吃。对，那个时候我才和我女朋友好不久吧，大学的时候，边给她边发短信边说，我奶奶在给我剥橘子吃呢。老人已经去了很久了，今年又没有回去。本来是准备回去的，不过后来不是中国放开之后嘛，放开的当下大家是很兴奋的，觉得今年终于可以回去了，因为已经两三年没有回去过年了吧，今年算起来应该是第3年了啊。但是后来因为这个放开太快了，大家猝不及防啊，中国现在基本上能感染，我觉得80%、90%都有了。然后呢，就是有些人恢复的比较快，像我和我爸还有我儿子都恢复的比较快，但像我妈和我媳妇儿，就是我老婆，她恢复的挺慢的。我老婆现在感觉还是没什么体力，我妈也是这样，现在这个味觉还没有恢复啊。所以因为我们老家离这个西安还挺远的，基本上坐飞机也罢，坐高铁也罢，就是一大早就得出发，然后到晚上6、7点左右才能进家门，所以很折腾。以我老婆现有这个体力根本承受不住啊，所以刚好也是我们也想着明年春天的时候，就是到时候春暖花开的时候，然后这疫情也不怎么严重的时候，到时候再回去，然后可以约着我们父母啊然后可以约着这些鸭子、鹅开心过年了。对，其实我们想到时候和我父母一道啊，就去开个车去海边玩，因为我老婆特别喜欢吃海鲜对，然后也想带孩子，真的就是好久没有出游了，带他出去转一转，不止回老家吧，老家其实就我父母在村里头把我们之前的那个老房子就是重新翻修了一遍啊，说给你们有一间房子呢，给瑶瑶还有一间房子呢，所以我们也其实挺期待回去住一下，小住一下，然后呢再和他们一起开着车去这个浙江的海边、福建的海边转一转。那么今天咱们就到这儿吧来年再见了，新的一年是兔年啊，祝大家兔年吉祥，事事顺利啊，发大财。